教主哥哥，此事如何能使我父亲和几位叔父默许？一是几位龙王都非同寻常，能在远古活到今日，如何能是这般轻易被算计？二是龙族真正的底蕴在海眼处，而不是在龙宫内。哪怕西海龙宫上上下下都被人控制了心神，也可以随时推倒重建。三，龙蛋不能放在一个窝里。我记得龙族应是有这般俚语，所以几位龙王做出这种选择，对于西海龙宫发生之事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也算是合乎情理。这……敖乙抿着嘴唇，略微有些怀疑龙生。李长寿笑道：“你还年轻，嫩得很。再考考你，你觉得玉帝陛下见了这般情形，心底会如何想？”敖乙忙道：“陛下莫不是担心，时间一长，四海龙宫都会被人操控？”此时，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天帝觉得很赞。哪能如此简单啊？玉帝是对龙族这般左右逢源的想法颇为不满。龙族自觉以被迫害者的身份，就可以遮掩他们默许西方龙宫被西方渗透之事。毕竟龙族是被算计的一方，但这种事如何能瞒得过玉帝陛下？玉帝之聪锐眼界远在我之上。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天帝大力点赞。敖乙顿时明白了前因后果，面露忧愁，在李长寿的面前着急地来回打转。教主哥哥，这该如何是好？父亲他们竟……常情罢了。既然你有这般担心，那今日我将所有事与你开诚布公。敖乙，此事龙族需你站出来了。敖乙闻言屏息凝神，身体略微前倾，仔细地听着。李长寿心底细细的思量，这虽也是他此前想好的步骤，这一步要跟敖乙推心置腹，将此前埋下的一些忧患扫掉。如果他和敖乙都不能齐心，蟠桃宴前的这12年肯定难以成事。敖乙，你可知海神教草创初期，我只是天仙境炼气师，海神教也并非是我有意立下。敖乙有些不明所以，不知教主为何说起这个，但是随之敖乙就捕捉到了关键信息：天仙境。自己当初跟教主哥哥在渡仙门切磋时，教主哥哥只是逗他的不成？李长寿嗓音平平淡淡，将当年之事娓娓道来。当时我只有一个身份，就是人教弟子，渡仙门李长寿。是阴差阳错之下，熊寨巫人撞见了感悟大道时的我，奉为海神，立庙祭祀，而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说来怕你不信，当日你我在南海之滨会面，我是为搞垮海神教而去的。那个时候主要是担心海神教会为我惹来祸事，冲撞了西方教。但因龙族现身，你识破了海神的身份，我只得转换思路，尝试将海神教纳入我的掌控。不曾想海神教成为了我的机缘。敖乙听得入神，不由问：如何是机缘？因海神教得龙族助力，影响渐深，由此引来了西方算计，引来玉帝观摩，让我与玉帝陛下有了第一次接触。正因玉帝天庭龙族的运势影响，我被圣人老爷选为了法宝人，选为了此事的代理人。而我能得大法师的赏识，其实是在海神教起事之后。如此一步步的走过来，才有了今日的海神。李长寿含笑，海神教最初时，我每日提心吊胆，生怕被西方针对，被龙族撕碎，当真是一步10虑，如履薄冰。敖乙闻言，面色先是有些尴尬，而后抿嘴皱眉，
对着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。敖乙给哥哥添麻烦了。大概这就是你我的缘法吧，不必行礼。李长寿轻轻地搀扶了一下敖乙，而后转身看着一直屹立在这神念梦境中站在他背后的身影，温声道：敖乙，你来看。敖乙抬头看去，李长寿挥了挥衣袖，周遭的迷雾散去，这一座巨大的神像缓缓地现出了大法师的面貌，而后这容貌再次变化，恢复成了李长寿的模样。李长寿笑道：那段时间我能依靠的只是自己，只能在西方、龙族、天庭三股势力中不断地寻找平衡点。你此前问我许多次，人族为何能自强？大概就是胆子比较大吧。哥哥，敖乙满是愧疚，怅然叹道：我竟不知这些，将所有事都压在了哥哥身上，还总是……敖乙，今日我与你说这些，其实不为别的，只是要让你知晓，龙族上天之事，并非是我一力算计，也并非是玉帝陛下的谋算。事如此，运如此，命如此。是运。敖乙低头思索，那少年面容比往日多了诸多的烦恼。李长寿刚要继续言说，敖乙却突然后退了2步，撩起衣袍下摆，直接跪了下去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李长寿向前搀扶，敖乙已经是对着李长寿深深的一拜。敖乙此前无知且无畏，不知教主哥哥处境艰辛，请教主恕罪。而今龙族已是在悬崖之上，一步走错，怕就是会粉身碎骨。还请教主出手救我龙族，因我龙族为天庭效命。敖乙今日立誓，此生性命交托于教主。李长寿也没有料到敖乙能这么快想清楚其中的关键，更没有想到敖乙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但是已经到了这般地步，李长寿顺势向前问道：哪怕你会因此被你族人误解，甚至为你族人唾骂，敖乙又有何惧？起来吧。李长寿道：我将蟠桃宴之前的计划详细说与你听。敖乙，你要记得，我们做这些的目的就是蟠桃宴上玉帝降旨之前，四海龙王能够主动请命，效忠天庭，如此可让龙族得更多运势。敖乙跳了起来，目中满是坚定。李长寿也是开始言说接下来的行动步骤。只有12年，我们能做的事其实并不算太多，所以每一日都不可浪费。这一次的神念交流持续了足足30多个时辰，这让李长寿也略微有些头疼。该做的努力他已经去做了，也算对得起龙族那一箱箱的宝财了。效果肯定是有的，但最后能做到哪般地步也非他能够控制，主要是几位龙王自身的选择。玉帝陛下说调给自己的天庭水军应该已经快选好了，现在就等这批水军到位，正式开始龙族收网大计。地下密室中，李长寿将刚刚得到的2颗9转金丹贴身收好，灵娥的那一颗就在他那儿放着吧。先是扫了眼湖边灵娥的草屋，李长寿察觉到了大法师留下的道韵，知道这是大法师给了灵娥好处。这一次飞升，这丫头还真能一飞冲天不成？稍后奖励她多抄写一点经书，免得实力突然膨胀，道心会有所不稳。既然以稳字经入道，那多写写总归是没错的。去找一些灵树来吧。李长寿喃喃一声，闭目凝神，开启了山门外待命的指导人，开始了小琼峰复律之举。洪荒灵气充沛，
东周也算地广人稀，找一些年份长尚未成精的灵术并不难，难就难在剪纸成人神通所需的灵术术浆必须要充满生灵气息，且还有其他的几类要求。李长寿细细的搜寻半日，也只是寻到了10多棵老树，将其小心翼翼地挪出了原本的生活之地，暗中运回了小琼峰。为了让他们落户更舒心，李长寿本体亲自现身，为老树们进行了剪彩的仪式，就是少了点观众，多少有些冷清。刚搞定这批老灵树，李长寿的仙识就捕捉到了棋牌室的异样。熊灵力、江林儿、九九一同醒了过来，3个人对视一眼，各自都有些茫然。愣了瞬息，江林儿和九九同时站起身来，李长寿的注意力顿时被九九给吸引了。这是万有引力，非所愿意。不是我故意想看的。江林儿忙道：照顾好雨师，我先回去闭关了。这咋回事？怎么打牌还能突然悟道？九九急忙地喊了一句，急匆匆地赶往2楼，潜意识里都没有回破天峰修行的念头。灵力，你告诉雨师一声，我要闭关大概3-5个月，让他安心修行，不要强行突破。等我出关，检查他修行结果。哦。熊灵力连连点头，各种懵懵然。见此状，李长寿不由哑然失笑，安排了一具指导人过去。他特意让指导人化作一名老妪的模样，又对熊灵力传声，让他也去好好的闭关一段时日。这老妪负责照料九雨师。大法师这是在我家后院发了一圈福利啊，那为何自家师傅还是老样子，坐在草屋之中打坐修行，也没有什么要突破的迹象？该不会大法师误会了，把山上的女子都当成了他？罢了。李长寿刚要收回探查奇缘老道的仙识，又察觉到了少许的异样。师傅的状态有些不对劲儿。李长寿不由打起精神，仙识笼罩住自家的老师傅，细细排查，随即便面露正色，匆匆赶往了湖边草屋。师傅怕是遭了心魔了，很有可能是因为九雨师之事，师傅心底起了魔障，从而诱发了心魔。捉仙本就容易遭这些，李长寿此前也有所准备，为此阅览了不少古籍，寻到了帮人清除心魔的不少方法。到了草屋前，李长寿没有惊扰自家师傅，就融入了此地的阵法结界，悄然出现在自家师傅身后，抬手一指，点在了奇缘老道的脖颈。师傅，弟子助你。李长寿双手并起剑指，脚下踏起仙步，手指极快地点在奇缘老道的身周各处，为奇缘老道注入了一缕缕仙光。稍顷，奇缘老道咳嗽2声，张嘴喷出一口黑气。李长寿的袖袍挥舞，将这黑气用仙力笼罩，结成一团。刚要将之随手净化，却又轻疑了一声：师傅这不是心魔。黑气凝成了一团黑影，发出阵阵无声的嘶吼，似乎是对李长寿不断的挑衅。道障天魔。所谓道障天魔，并非是什么生灵，而是依附于大道之上，类似于怨气、执念、业障之类的存在。这东西究竟如何起源，倒是谁都解释不清楚，但是可以明确的是，这跟炼气是心魔有关。若有炼气士道心出现魔障，这魔障无法及时减除，便容易成长为心魔，而心魔极易引来这般道障天魔，让炼气士内外交困。有些仙人闭着关就没了，小半都是源于此难。修道本就有这般凶险，师父之所以中招，大概是因为着仙道基不足，道心更容易被突破，所以才引来了这一团别人家的道障天魔。将此事禀报给掌门，彻查是谁引来的道障天魔。
李长寿略微斟酌，觉得这个事儿若是暴露出去，对自己师父的面皮又将会是一次重创。师父很爱面子的说：“罢了，费点心就费点心吧。”李长寿先向前，对还在入定状态的师父低声道：“师父还想安心修行，已无事了。”紧接着，李长寿便带着这团黑气离开了草屋，掐指推算。这种小事儿，李长寿推演起来也没什么难度。很快他就寻到了这道障天魔前来小琼峰的轨迹，先是逆着这轨迹追寻而去，最终锁定在了破天峰的山腰处。那里不是……李长寿并未有太多迟疑，身形迅速消失在了小琼峰上。如今他的本体施展土遁，已经可以无声无息破开天仙境炼气士所布置的结界，也可以无视大部分中型小型阵法，行走在大地山体中，一路畅通无阻。李长寿寻到了这道障天魔的源头。这是一处李长寿此前没有来过的洞府，一张床榻，几只衣柜，平整的石壁上悬挂着几幅出自李长寿之手的画作。洞府正中的蒲团上，穿着练功服的女仙紧紧闭着双眼，纤美窈窕的身子时不时地轻轻颤抖。她的长发披散而下，那张绝美的脸蛋上细汗密布，轻轻咬着嘴唇，似乎在承受着某种痛苦。有情悬崖。